蓝幽手里拿着自己佩剑，看着面前那一条已经入了魔的蟒蛇，悄悄地吞咽了一口唾液，额头上都带了一些冷汗。爹爹说了，找弱点在哪？他们3个人原本只是在外有一只知道路过一家镇子的时候，听说这个镇子有蟒蛇出入，这家镇子里面的人每天都兢兢业业的，都已经不敢出门了。魏无羡一听，心里有些了然，刚好也可以让小阿离历练一下，所以蓝忘机当天晚上就带着魏无羡和蓝幽2个人除了蟒蛇经常出入的地方。这个地方倒是挺阴森森的，透着一股诡异的气氛。魏无羡和蓝忘机自然是不怕的，但是阿离从小被蓝忘机保护得太好，从来都没有来过这种地方，心里到底是有些害怕的。他牵着自己爹爹的手，魏无羡应该是感觉到了小崽子的紧张，轻轻地握了一下，温声说道：“别怕，爹爹和父亲都在呢。”蓝幽点了点头，但是指尖忍不住的颤抖，还是出卖了小崽子的情绪。魏无羡轻笑了一声，说道：“阿离，爹爹现在可是个弱男子啊，等会遇到危险了，还需要你来保护呢。如果现在害怕的话，那以后谁保护爹爹啊？”蓝幽一听，想起自己爹爹刚醒来不久，身子自然是不太好的，这要是真遇到了危险了，那可怎么办？还是要自己和父亲保护的。想到这里，阿离忽然感觉自己也没有那么害怕了。蓝幽看着面前对自己张开了血盆大口的蟒蛇，心里忽然就不慌了，因为他知道这都是对自己的历练，他的父亲和爹爹都在自己的身后，只要自己遇到了危险，他们肯定会保护自己的。现在最重要的是要找这条蟒蛇弱点在哪里。弱点在哪里？蓝幽自小都聪明，现在魏无羡只不过是刚刚点拨了一下小崽子，现在就已经冷静下来了。这条蟒蛇背后的鳞片就好像是铠甲一样，怎么破都破不掉，刀枪不入。但是因为蟒蛇是爬行动物，腹部肯定是没有鳞片的。腹部，蓝幽脑子里灵光一闪，腹部永远都是动物们最柔软的地方。想到这里，蓝幽伸手矫健，一个闪身就上去了，手里面的佩剑带着冰凉的灵气，在空中划过一道好看的剑气，直直的就冲上去。魏无羡一看见蓝幽冲上去了，手里面的符箓早就准备好了，蓝忘机的手也放在了碧尘上面，说白了带小崽子历练，但是如果小崽子能力不足，他们还是不可能让自己的孩子受一点伤害的。蓝幽的剑快准狠，这2天个蟒蛇攻击他，那一瞬间手里面的剑化做了几10道剑芒，一下子全部都插在了那一条蟒蛇就软的腹部。那一条蟒蛇长嚎了一声，腹部在源源不断流着血，瞬间就流了一大滩，最后软软的倒在了地上。蓝幽呼吸急促，手抖的差点都拿不住剑。魏无羡从树上跳下来，摸摸自己小崽子脸，然后又拍了一下蓝幽的肩膀，夸赞道：“阿离不错呀，是你自己解决了这条蟒蛇。”魏无羡同样的在蓝忘机的眼里面看见了赞许，悄悄地对蓝忘机眨了一下眼睛。蓝忘机看着自己孩子道：“做得不错。”蓝幽调整了一下自己的呼吸，面对自己父亲和爹爹的夸奖，脸上展开了一个开心的笑，了一声：“咦，娘亲，这条蟒蛇已经被杀了呀？是谁杀的呀？”这时不远处传来了一个孩子的声音，听年龄看起来应该和阿离差不多大，估计又是哪家的长辈带着孩子出来历练了。魏无羡牵着蓝忘机的手，喊了一声：“阿离，我们走啦。”可是下一道声音居然魏无羡的脚步好像定在了地上一样，动都动不了。可能是那家的小公子解决了呀，阿玲，可能我们来晚了一步。声音宛如流水一般，温柔好听。没错，是金子轩和江厌离还有金陵。魏无羡咬了一下唇，对于师姐，他心里还是很高兴的，因为他师姐现在过得很幸福，很开心，这就够了。蓝忘机悄悄地握了一下魏无羡的有些冰凉的手，说道：“魏婴，走吗？”蓝幽也睁大眼睛看着自己的爹爹。魏无羡吸了口气，说道：“走吧。”他们3个人刚要走一面，迎面就看到了江厌离、金子轩还有金陵。魏无羡愣了一下，刚刚听声音应该是在他们身后的，怎么会来到他们的前面？这下好了，见也得见，不见也得见，这都迎面撞上了。江厌离看见魏无羡，眼睛唰的一下就红了，他快步走上去，看着魏无羡，不知道是否是自己的眼花还是幻觉。啊，
阿宪。魏无羡点了点头。江厌离一看见魏无羡点头，眼泪珠子像是止不住的往下掉。你回来了，真的是太好了。魏无羡现在也不能替江厌离擦眼泪，毕竟金子轩在旁边。他朝着金子轩使了个眼色，金子轩看见了，立马就走上前，把自己的娘子抱在了怀里面，道：别哭了，回来了是好事。江厌离点了点头，看着自己身后站着的金陵喊了一声：阿玲，过来，喊大舅舅。魏无羡一愣，金陵很听话，听着自己娘亲的话，上来脆生生的喊了一声大舅舅，还规规矩矩的行了一个礼。这可把魏无羡有些受宠若惊了，连忙把金陵扶起来，说道：这次没有给你准备什么礼物，下次见面大舅舅送你个礼物好不好？金陵点了点头。天色越来越晚了，蓝忘机看了一下时辰，说道：金公子、金夫人，天色尚晚，我们就先行告退了。江厌离点了点头，他能见到自己的阿宪，今天晚上已经收获很大了。金子轩道：再会。蓝幽站在魏无羡和蓝忘机的旁边，也不吭声，那一张脸却是冷着的。走到路上，魏无羡才捏了一下自己小崽子的脸，调笑道：干嘛这是？刚刚杀掉了一条蟒蛇，不开心吗？怎么冷一张小脸啊？不能和你父亲学，听到没有？蓝幽停了一会，才说道：我听别人说爹爹之前是被这些金家的人给害死的，我讨厌他们金家的人，很讨厌。魏无羡一怔，过了好一会儿才说道：阿离，不管之前是怎么回事，现在爹爹已经没事了，这么多年的恩怨，再计较也其实没有什么多大的作用了。当年杀害爹爹的人已经死了，但是唯一幸运的是我现在没事，而那个害我人却已经永远的死了。阿离点了点头。魏无羡看了一眼蓝忘机，轻笑了一声，才继续说道：而最主要的是我现在有你父亲还有你啊，说实话呀，我刚刚怀你的时候，那是最危险的时期，我就在想，我护不住你怎么办呀？不过好在还是把你护住了，你父亲让你平平安安的长大了。说到最后，语气都有些怅然。蓝幽眼睛微红，说道：我不怪爹爹的，我从来都没有怪过爹爹，我只是怪那些人，我真的不喜欢他们。魏无羡牵着蓝忘机的手，又摸了一下自己小崽子的脸，带着安抚的意味，说道：虽然爹爹没有陪你长大，但是阿离，生下你是爹爹做过的最不后悔的一件事。蓝幽点了点头，扑到了自己爹爹的怀里。魏无羡看着蓝忘机，头靠在蓝忘机的肩膀处，说了一句：二哥哥，这世间的好多地方我都没去过呢，二哥哥可否赏个脸，陪我一起去看看呢？蓝忘机点了点头，精致好看的眉间带着一丝温柔，说道：求之不得。魏无羡笑着说道：那就走吧。阿离站在中间，魏无羡和蓝忘机分别拉着他的手，阿离在前面跑，魏无羡和蓝忘机也跟着他跑，笑得十分的开心。魏无羡看着蓝忘机发丝有些凌乱的样子，说道：我告诉你啊，韩光君，得亏现在没有人，不然你这副样子要是让别人知道了，可有失你的雅正啊。蓝忘机道：无妨。魏无羡看着蓝忘机，一双精致的桃花眼里面带着无尽的温柔，那一双眼里只有一个人，那就是他的蓝湛。这一生遇见你也是我最不后悔的事。